这条长度几公里的田园路是我在住所边上最喜欢骑行的一条小马路。我忘了左侧这条河叫什么名字了，应该并不是一条大河。这个就是闵行的老区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啊，有在进行改造，右侧又是一家菜场。这边还有卖广东烧腊的店。右侧是闵行第三中学。嗨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因为上午就在家里整理昨天拍的视频，做得比较晚了。现在已经下午3点多钟了，就不可能骑太远了。但是今天天气还是不错啊，无论如何也是要出去走走。那我身处闵行啊，所以呢，每次回来都会到闵行滨江去骑行一下。但是闵行滨江呢，并没有像徐汇滨江那样连绵很长，但是有一段呢，也搞成了江岸的风景带。还有呢，就是建了文化公园，这边呢有明河大桥，也有西渡的渡口，所以还是值得到那边去骑行转转。而且过了一段时间，因为我是去年才去过，今年还没有去过，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，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。现在呢，我骑行在都市路上，我避开富民路啊，这个比较繁忙的道路。条条大路都可以通闵行滨江，我就随意的走几条路，慢慢的去到那边。这边呢，单程大概是12公里，所以1个来小时可能也能够到了。在那边稍作停留，赶在天黑以前可以回到家。这就是我今天前往闵行滨江的大概的打算。今天天气比较暖和，大概20度左右，所以我就穿着短袖出来。但是今天风很大，我感觉还是有点凉飕飕的，可能刚开始骑吧。现在我来到金都路准备过马路。好，现在呢我在金都路过人行道啊，看看这个警察提醒说这边呢是逆行，这单车其实也分逆行、顺行的。我看一下这个地方果然是有逆行的线。现在在上海的某些路口呢，你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警察或者辅警，大家都要遵守交通规矩，否则的话呢，就有可能受罚。就是回来听亲戚讲了，在外滩的地方，就过马路啊没注意，就是红灯了，他没有停下脚步，刚走下马路，结果就被过来的这个警察或者是辅警拦住去路，说你逆行了。当时也没在意啊，以为就提醒了一下，
谁知道即刻就短信收到罚单啊，不知道是20块还是30块，就他这个探头只能够判断你这个人的身份，还有你的个人的信息，都不是直接给你开罚单了，就在短信上就通知你要交罚款，这个想想挺可怕的。但是这些就是高科技带来的有好有不好的地方啊。就你的个人信息，政府某些部门它完全掌握，你只要扫个脸啊，或者是在很多探头看到了你这个人，他马上就知道你所有的信息。所以就有点像当时吧，这个疫情的时候啊，这个每个人每天都要去上报行程码啊，要到各个地方去扫脸，然后要测核酸，证明你是无害的啊。那这种事情的话呢，让人感觉害怕啊。所以西方国家的社会里面呢，大家宁可感染疾病，也要保护自己的隐私啊。当然那样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啊。所以怎么才能够掌握一个度，其实老百姓是很困惑的。你面对的是强大的国家机器，你在街上遇到那些穿制服的人，他们是有执法权的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违反法律，那你就应该被起诉，通过法律程序判你有罪。那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诉讼，你都可以聘请辩护人，最后输赢了，自己都要承受啊。但是呢，你在路上啊，你自己走着，或者有些人他就会被拦住，结果因为走错了一条路，或者是没有戴这个帽盔，没有戴头盔，我指的是那种电动车，自行车倒是不需要头盔的，然后你就有可能会被罚款。现在呢，我老马识途的又来到了这条田园路上啊，由北向南骑行。为什么要骑行这条路呢？显而易见啊，这是一条没有汽车的马路，有的只有单车、行人，还有就是电动车的人，所以相对来讲比较清静，也比较安全。而且这条路呢，我可以把它称作为一条骑行道，也相当不错的。这条路上我看到左侧它是可以过A14的这条高速公路的。观看我视频的朋友呢，会了解到，我这次回到上海小住几天，也可以把它当做一次短暂的度假啊。是在自己的老房子里面，不需要去住酒店，相对比较经济。尤其是这一个礼拜左右，都是我一个人在家里住。所以呢，就会有很多时间需要打发，不需要在意家人的在身边的感受。那我觉得偶然的这种独处是非常有益的。所以
这次还是利用了这么天气比较好的时间段啊，但是骑行还是在城里city walk，我觉得度过了几天非常美妙的日子。很快就要离开上海了，那我看看明天还有没有时间再出来活动一下，也可能收拾一下行李，搞一些家里的卫生。总之吧，就是最后1-2天的机会，来上海四处走走，以自己的方式，不但打发自己的时间，更重要的是多享受一些一个人四处走走的乐趣。这条长度几公里的田园路，是我在住所边上最喜欢骑行的一条小马路。到这边为止呢，汽车都是不能通进来的，所以非常舒服的一条骑行道。横沙河桥，这是我刚刚经过的一座小桥。其实我已经经过了很多座小桥了。前面是向阳路。这一路上也见不到几个人啊，车也很少，因为这段路呢是骑行道和行车道共用的马路，但是没什么人，也没有车啊，听到都是河边树上传来的鸟叫声，这种感觉非常好。
现在骑过纬都路，这边有一座八尺沟桥。有这些合同呢，你到其他街马路上，你也看到相同名字的桥，就是因为这些合同都被保留了下来。那是很长的一条条的小河。现在我左转到一条叫明坤路的小路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空地，可能都是一些以后的建设用地。在光飞路右转，右侧是什么？闵行区预防中心。这边到了都市路了，看看能不能过马路。这边没有红绿灯，现在我过了马路，沿着都市路再向南骑行。前方是明浦大桥，但我今天就不上桥了。看到指示牌写着，行人和单车也是不能随便走这个桥的。单车要在北吴路绕行。前面这条就是北吴路。
我忘了左侧这条河叫什么名字了，应该并不是一条大河。后来这边就已经是放鹤路了，放鹤路一直向西是可以去到浦东的。横立港桥，所以你看啊，这个横立港一直从银都路那边，其实到店埔河，一直到七宝那边过来，有很长的一条河通。前方呢，就已经到了富民路了。正好这边有左拐的，干脆就左拐拉倒了。现在呢，已经转到了富民路上。到了这边呢，就有点到了这种工业老区的感觉了。我昨天就是在前面转出来的，这里是北桥地区。经过了余杭河桥，昨天也经过的。好，现在骑过新苗路一条小路。骑过金塔路。现在骑过金阳路。骑过迎春路。哎，这狗狗穿过马路，危险啊！
我看右侧是北桥老年福利院，福利院现在挺大的。经过一条铁道，这边有个商业中心叫龙湖天地，再往前呢就是建川路，这个5号线的车站。建川路啊，沿着左侧那边呢有一个叫0号湾的一片科技园区，一个开发中心。边上呢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闵行校区。可以看一看啊，大0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，这个名字也是没法理解。好，现在骑过建川路，这个地方呢有一条小道啊，还挺美的。我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，也是在4月还是5月份的时候，这边正好是樱花盛开。不知道这个时候樱花开了没有啊？稀稀拉拉的开了一些。都还没有等它盛开啊，可能再过个1个礼拜多，10来天就可以满开了。以前如果说到闵行呢，就是指在这里了，就是老闵行老工业区，有很多国企大的那种重工业大厂，像什么涡轮机厂啊、汽轮机厂啊、锅炉厂啊等等。但这些呢，现在应该还继续存在着，但肯定就没像以前那么受重视了。所以这个老工业区面临着改造，但是它离市区也比较远啊，所以这就是比较困惑的地方。好，现在我们拐到一条小路，叫石屏路上来骑行。这个就是闵行的老区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啊，也在进行改造。边上呢就是5号线的一个车站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啊，如果不考虑上班的因素的话，生活是很舒服的，密度比较低，也不缺商业中心。交通呢虽然不是很便利，但最起码也有5号线的地铁，也有 bus， 当然直接可以开车。唯一缺的呢就是高速的去往市中心的这种交通要道。就比方说，如果有一条高速公路直连市区，或者是高速地铁啊，像广州现在有的那种时速160公里，甚至可以更快的地铁，
如果上班高峰时间呢，直达市中心半个小时不用，那这个我觉得就会吸引更多人到这边来的。右侧里面呢也有一个商场，就是一个商业中心啊。你看5号线到了这里呢，就分成2条，向右去呢到闵行的开发区，直走呢就直接去到奉贤新城。前面是东川路了。然后我问张老师啊，我这时候问张老师，我说我们是有人我可以直走去闵行滨江，但是我还得拐个弯，在东川路上再骑行一下。因为这几天好像没有怎么骑东川路，这是闵行的一条最大的主街了。看来前面也在搞建设。前方围地施工，我们在这边走走呢。现在在东川路上，转到一条叫什么路？安宁路。上个世纪50、60年代的中国，每个大的城市都有很多计划经济的产物。比方说在上海呢，它就是闵行工业区，就是刚刚提到的很多重工业的工厂在放在这里。其实到了东北有更大的一批以城市为单位的，整个都是这种所谓的工业区，污染非常严重，而且完全不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。但是不管怎么说呢，这一些计划经济的产物最终结局都不怎么样。为什么我又回到了鹤庆路上呢？现在我在鹤庆路呢，转过来啊，这是什么路？兰亭路，准备在这边转到闵行的滨江去。这条叫兰亭路啊，不是石亭路。四侧有菜场，我相信这边的菜应该会比城区里面会便宜点，但是可以看到很多店铺是关门了。
右侧又是一家菜场。这边还有卖广东烧腊的店，又是一家菜场。所以你可以知道，包括这些路口都是卖菜的那种摊档，就这边的人是不下馆子的，或者这边主要老百姓他们都在自己家里头做饭吃的。这里面还有很大的市场。这个葱油啊。每次到这种离城区比较远的地方的居民生活区，就有一种回到现实的感觉。其实这里的老百姓生活并不是很差，只不过就是说，确实他们的观念还是需要一些更新。现在骑过江川路，继续在兰亭路上骑着。到了这里呢，我就知道前面就是闵行滨江了。这里见到了大林浩湾的图书馆，看到这些马路还是整理过一下，多了很多绿化，多了一些建筑物，所以让我有点不确信。看了一下我的导航，应该没有错，方向对的。大概再过去个5-6分钟就可以到达闵行的黄浦江的江畔了。右侧是闵行第3中学。今天稍微拐了一点路到这边是12.4公里，也就是说到江边应该是13公里左右吧。我已经看到前方的江岸了，那我们就把这一段呢作为今天我从新庄骑过来的第一段给大家分享。我们等一会呢就在闵行的滨江随意的转转，看看江景。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，我们一会儿见，拜拜。